这是我们鸿蒙课程的第一个视频。鸿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鸿蒙它是跟 Windows、跟安卓、跟 iOS 等价的一套系统，它是整套的系统，它并不仅仅是跟 Linux 内核做对比。就比如说，这就是鸿蒙的体系。你看，在这个体系里面 ，Linux 内核只不过是鸿蒙支持的内核之一。鸿蒙除了 Linux 内核之外，它还会支持 LightOS。就像以前我们使用 Windows 一样，Windows 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各种界面、各种应用程序。对 Linux 内核呢，它仅仅是一个内核，仅仅是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。我们需要在 Linux 内核之上来安装桌面，安装各种应用程序，普通人才可以使用。鸿蒙体系它跟 Windows、跟安卓、跟 iOS 对标，它并不是跟 Linux 内核对标。Linux 内核只不过是它支持的内核之一。我们这套课程呢，来讲解的是鸿蒙的另外一套内核 LightOS。等鸿蒙的这一些各种子系统比较完善了、发布了，我们再来讲上面的这些子系统。就比如说我最感兴趣的图形子系统，有了图形子系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发各种 GUI 的应用程序了。这是以后的内容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什么是鸿蒙。你看，对 Windows， 我们开机的时候有个 BIOS，BIOS 它是去启动 Windows 内核。Windows 内核呢，它要去运行各种应用程序。这些应用程序在哪里？在 C 盘上。所以说 Windows 它要识别出 C 盘，然后再去运行 C 盘上的应用程序。对于鸿蒙它也是类似的，它也有个 bootloader， 这 bootloader 跟 BIOS 是类似的东西。bootloader 干嘛呢？它要去启动鸿蒙的内核。鸿蒙的内核它要去识别出根文件系统，在根文件系统上有各种应用程序，它要去运行那些应用程序。我们这套课程聚焦于鸿蒙的内核，我们先把基础部分，这是最基础部分，把这个内核玩转起来，以后再来做更加丰富的应用程序开发。对于鸿蒙的开发环境，如果你曾经做过端面机开发的话，对这个界面应该很熟悉。这是 Kill 工具，你看你在 PC 上运行一个 Kill 工具，再有个板子，你在上面点点鼠标就可以编译程序，可以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去运行来测试。对于鸿蒙，它也有类似的 IDE， 只不过这个 IDE 还在完善中。这就是它的 IDE。这套 IDE 它是基于 VS Code 来开发的，它可以在 Windows 也可以在 Linux 上运行，但是它目前的功能呢还相对薄弱。来看看，我们暂时只能够用来阅读源码，还可以用来调试。调试的话，只能够在 Windows 下面调试。要去编译鸿蒙内核的话，应该是在 Linux 下面使用命令行。以后这 IDE 会越来越完善，你可以通过这个下载地址去下载来体验一下。另外，这个 IDE 它已经支持 6UL 的调试了，后面需要使用这个调试功能时，我会录制相应的视频。那么我们还得回到传统的开发方式，跟嵌入式 Linux 类似，我们没有 IDE 可以用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 Windows 上面编辑源码，在服务器上面来编译程序，然后放到板子上去运行。需要一台电脑、一个服务器、一个板子，当然这成本太高了。我们可以使用虚拟机来运行 U 邦图，使用这个虚拟的 U 邦图来作为服务器。就比如说在同一台电脑上，你在 Windows 上面来阅读源码，把源码修改后的源码上传到虚拟机里面的 U 邦图来编译，编译好之后再下载到板子上去运行。这就是我们的开发方式。那么我们这套课程会讲哪些内容呢？主要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最小系统的移植。所谓最小系统，就是我让鸿蒙在这个板子上运行起来，只要能够运行到最精简的程序就可以了。就比如说鸿蒙的内核，你要把它运行起来，还可以进入到根文件系统，在根文件系统里面，你可以执行各种命令，可以去运行 Hello 程序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已经在 6UL 和157两个板子上面移植了鸿蒙的最小系统。如果你已经下载到了我们这个 Git 仓库的话，里面会有文档教你怎么去体验。好，第二部分内容就是鸿蒙驱动开发，我们会涉及这些驱动开发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感兴趣的其他模块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会去录制更多模块的视频。那么怎么去下载资料呢？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 3w1ask.net 百问网资料下载，里面有鸿蒙的 Git 仓库，在这里面
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使用 Git， 那么在下节视频里我将会演示一下。简单的说，你去这个网站下载一个 Windows 版本的 Git 工具，安装之后，你就可以启动 Git Bash， 然后在 Git Bash 里面执行这样的命令，就可以去下载到我们的资料了。下载资料之后，你可以得到一个目录，就比如说 Docker M Source for Open Harmony， 在里面对于每一款板子里面都有一个开发手册，你照着这个开发手册就可以去操作了。好，下节视频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怎么去下载资料，怎么去体验鸿蒙。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